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2号晚间20点5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昨天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啊只有1%的下跌，但是呢延续了周线上的下跌。周线上我们看到了一组下跌细游已经出现，这组下跌细游的出现呢，我们的目标位是31000点，也就是120周均线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很快到达，跌破120周均线，预示着美股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啊，有可能在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出现月线级别的下跌啊。那上一轮美股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呢，是在2020年2月啊，这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呢，就让我们感觉到啊非常大的暴跌啊，熊市来临。那今天的这组啊，本周的这组下跌啊，当前时间段的这组下跌呢，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那月线级别的下跌呢，很快就要开始。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啊，2022年1月这一月啊，已经出现了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然后2、3、4走8节阴线啊，那本月呢是沙僧阴线。那周线级别下跌目标位，我们看到31000点呢。月线级别的下跌呢，我们看到啊29000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前面筹码密集区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已经接近了一个技术面的熊市啊，下跌空间呢很快就要打开，所以呢，伴随着美股下跌，我们今天看到了啊，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低点26591。比特币新低出现之后，我们怎样分析呢？怎样操作呢？是进场抄底呢？在这样一个大幅下跌的时间，我们进场抄底呢，还是追空呢？我们首先来用 K 线西游战法把它解读一下啊。那第一点呢，是在第一轮的下跌是紫色方块啊，这组紫色方块标示了悟空阴线组、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其中第二组方块呢跌破了$44,000这个牛熊分割线，跌破这里之后啊，4月6日跌破这里之后，我就说熊市已经开始了啊，熊市已经正式开启啊，急跌很快要发生啊。那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了紫色方块这里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红色方块这里啊是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起始位置，我们认为是4月26日这根大的阴线啊，因为它跌破了箱体啊，跌破了上一轮下跌细游、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唐僧位的这个运行区间的箱体底边线啊，跌破之后呢，我们认为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开启啊，开启之后呢，在5月9日这一天，我认为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结束，但行情有周期变换、周期转换的这个概念。在周期转换概念当中，我们认为这一轮是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啊。我们把行情打到周线上看啊，周线上4月4日这周是悟空阴线，然后4月11日、4月18日、4月25日连续的3周，我认为是8节阴线啊。5月2日啊，5月的第一周是沙僧阴线啊，然后本周呢唐僧阴线。所以呢，目前来看啊，比特币已经完美的运行出了一组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同时跌破了长期以来从去年1月份至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支撑$33,000啊，$33,000。在此之前，在今天之前，我不断的反复的说啊，波谷4次出现之后，符合江恩的波谷定律。4次等位置波谷容易出现新低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跌破$33,000之后的急跌，无论是 Luna 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啊，这个江恩的理论啊还是非常准确的啊。4次波谷，特别是长周期的4次波谷之后，一定要非常注意盘面容易出现一个新低。同时呢，如果出现反其道而行的4次波峰，我们要看一个新高的出现啊。那当前的位置，我们多空怎样进场才能够获利呢？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日线级别转周线级别的一个暴跌。日线级别2轮下跌细游已经完美结束啊，周线级别的下跌呢还在延续。那本周呢，今天是周三
对吧？今天是周四啊，周四不好意思，今天是周四，还有3个交易日结束这周的下跌啊，这周的下跌吸油。那我认为啊，在当前行情当中，急跌这样的急跌很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所以呢，目前来看，空单已经不适合再度进场了。已经不适合再度进场了，为什么呢？当前行情当中很多次出现急跌之后快速反弹，急跌之后快速反弹，这样的反弹呢幅度非常巨大啊。我们看上一轮啊，低点出现之后啊，到达箱体这块啊，反弹达到10%左右，然后这里低点出现之后反弹达到8%啊，也就是说每轮急跌到达一个新低之后，快速反弹达到10%，10倍杠杆，你如果开到低点，非常容易发生爆仓。这种情况下呢，你怎么做呢？啊，我认为目前来看啊，已经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形成了周线级别的下跌的尾声部分，在这个位置上呢，不适合开空单，耐心等待。同时呢，当前行情属于一个快速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不适合抄底，老手都是死在这里的。新手死在追高的过程当中，老手死在抄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讲给当前时间点进入行情的多头的。行情在急速下跌探底的过程当中，多空都不太适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啊，我前天啊就告诉 VIP 群中的朋友们，清仓啊，离场等待。啊，空头我们已经赚够了啊，已经赚够了。这种情况下呢，大幅的波动啊，不适合我们在这个市场中生存，对吧？你像啊，一则汪洋的大海，或者一则湖水啊，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环境呢是适合人类啊，适合鱼类生存的。那你如果把它放在涡轮、洗衣机里面，谁能活下去呢？对吧？鱼全绞死了，对吧？目前行情处在一个绞肉机的行情当中啊，所以呢，清仓离场等待。那等待我们要等待到什么时候呢？第一点啊，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它有个时间，有个结束的时间。结束时间是什么呢？啊，币安的开盘时间，下周的开盘时间就是下周一早8点。啊，这个收开盘的时间，下周一早8点之后再选择进场。时间上啊要掌握啊，你找到一个正确的进场时间，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对吧？第一点，耐心等待暴跌结束啊。第二点呢，我们认为下周是可以进场的。找什么机会进场呢？那它是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对吧？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我们切换时间级别，大概率会发生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现在目前没有发生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我们等待完成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之后，进场空头仓位。啊，我们不贪图这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到达什么位置去追多、去开多、去抄底。风险非常大，因为现在是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唐僧位啊，这个位置呢下跌趋势还在，我们不去抄底，反弹呢机会还有啊。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的话啊，我们进场做空啊，这是第一点，第一个时间级别的切换啊，你脑中要有这个概念，同时呢你要多看我视频当中的图片啊图像。啊，目前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我们可以在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做一个空单啊，这是一个短空。那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在日线上啊，我们再次切换一个时间级别啊，在日线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我认为同样是有的啊，因为这样大幅度的下跌有着非常多的筹码空缺区。啊，这个筹码空缺区呢，需要时间来回补。怎么样回补呢？啊，下跌形成的筹码空白区需要反弹来回补。周线级别的下跌形成的筹码空白区需要4小时级别至日线级别的反弹进行回补。啊，那你说行情当中有没有极端现象呢？有，对吧？对称性的反弹还是有的。啊。比如说一段行情当中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啊，
就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啊。我们把这个调到一个 waves 这个代币上啊，你看啊，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啊，对应了一段周线级别的下跌啊，就是它有这个对等时间的上涨和对等时间的下跌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包括3根 K 线，然后唐僧阳线啊，然后下跌呢是悟空阳线啊，悟空阴线、八戒阴线、唐僧阴线啊，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然后本周呢这根不算啊，因为比特币的暴跌呢引发它继续下跌啊，它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并且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呢有可能出现啊连续的上涨，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但是呢行情大盘环境不好啊，它被打下来了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利用时间周期切换啊，这个理论呢是可以在行情当中获得利润的啊。那这轮的下跌，这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我也是通过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啊，寻找到它行情当中的阻力位啊和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就是之前我说的44000美金啊，寻找到关键的位置啊，最终呢得到这样的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呢，在这个比特币完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耐心等待啊它各时间级别的反弹，下行趋势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非常确定是一个熊市啊，等待它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我们可以布局一个仓位的空单，然后呢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可以再次布局一个仓位的空单啊。现在这个反弹呢并没有出现，耐心等待，不适合抄底啊，因为底呢你是看不见的，你在这个位置上去抄底呢，很容易被扣杀进去啊，你的资产受到损失。那如果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周线级别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完成之后啊，发生了日线级别的反弹啊，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这个时候呢，反弹已经确定发生了啊，我们顺应行情的方向。现在是空头趋势嘛，我们顺应行情的方向，顺势而为去做啊，因为下面呢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那上一轮熊市，比特币跌幅达到了85%，这轮熊市啊，跌幅如果到80%是14000美金啊，下面还有下跌空间啊。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寻找做空的位置啊，分2个时间级别去找到这样的位置啊，最终呢能够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啊。我多少堂课上都在讲啊，你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赚的会比你抄底那一点渣子一样的利润啊要强100倍啊，因为你赚这个钱，你顺应行情啊，你能睡得着觉啊，你能吃得香饭，对吧？你要顺势而为。行情当中呢，一共就这么3个东西啊，趋势目前处在下跌趋势，位置呢周线级别下跌，你要切换时间级别，找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位置、反弹高度，找到这样的位置，缓慢的布局你的仓位啊，大周期反弹之后啊，缓慢的布局你的仓位，直到顶到这个压力线附近啊，你这个仓位啊算可以布局完毕。然后呢，趋势呢还在下跌途中啊，周线级别下跌呢，可能这个时间周期会放大到月线级别。那上堂课我也讲了，月线级别，目前我们看一下啊，切换一下这个图，稍微还是有点乱了。目前处在这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啊，目前也是月线级别这个唐僧阴线啊，已经正在走着啊，5月就是唐僧阴线。月线级别唐僧阴线，我们看到了月线级别的一个大的阴线已经出来了。周线级别呢，同样处在一个唐僧阴线啊，2个时间级别交叉的啊，都处在了唐僧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今天是12号啊，今天是12号，所以呢，本月呢还有下跌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做啊，所以呢不着急。耐心等待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切换到日线级别或者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我们再寻找这个做空的机会这个顺势而为是上策。
然后呢，以太坊同样啊经历了这轮行情的急跌过程啊。紫色方块呢，这里的紫色方块啊，一定要看图啊，我的这个图你一定要看啊。紫色方块这里呢是日线级别第一轮下跌吸油啊，日线级别分别是悟空阴线、巴金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完成之后啊，5月5日啊这一天呢发生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悟空阴线。然后是我画一下悟空阴线、巴金阴线组啊，两根阴线啊，它俩互相关联。巴金阴线组、沙僧阴线啊，单独的一根唐僧阴线。那走到这里呢，走到5月9日这里啊，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结束，然后它的时间级别和比特币一样，放大到周线级别看啊。周线级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和比特币类似的一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目前处在唐僧阴线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行情里面，我们看到了它跌破了多组支撑，第一组支撑呢是红色线这个底边线，弧形底边线的支撑，这个位置在2750，然后白色线波谷连线的支撑，这个位置呢在2700，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跌破了啊，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啊，这根绿色线啊，也就是从去年3月份啊至今的波谷连线的连线啊，波谷连线在2600美金这个支撑位呢发生了跌破，最终呢形成了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没到下周一的早8点啊，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没有宣告结束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和比特币类似啊，我们耐心等待它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我们再去做啊。最好呢，以太坊如果能够反弹到2600美金。啊，这个位置呢是大胆进场空单的一个位置。为什么说呢？因为啊，这里面存在一个之前的支撑线转压力线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绿色线波谷连线这个位置上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这个支撑位转为压力位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反弹，我们有一个时间级别的概念啊，如果发生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我们可以做空。啊，那第一个做空的位置呢是在2350，这个位置呢是前面红色波峰连线啊，日线级别波峰连线，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啊，一定要看图啊，日线级别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形成了压力位啊，2350美金，这个位置呢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目标位，如果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目标位呢是在2650啊，也就是说2650到2350啊，这个区间。啊，2300到，也就是说2400到2600这个区间呢是做空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位置。还有一点呢，就是回补的这个概念，这样大幅的下跌呢，容易出现反弹回补这样的缺口啊，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回补之后呢，形成一个震荡区域啊，这个震荡区域呢，时间经历的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可能以后会得到验证啊。就是目前形成的大幅的下跌缺口啊，无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个大幅的缺口，会经过修复啊几次的修复，把这个缺口我画一下啊。把这个大型的缺口通过三角形。用这个8浪吧，通过这个三角形反复的震荡，最终震荡出一个三角形之后，然后跌破啊，因为熊市还在啊，1775.43美金不是以太坊的低点啊，这个不是以太坊的低点。我们看啊，上轮行情以太坊跌幅达到95%，这轮行情同样认为跌幅目标会到500美金，所以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通过日线至4小时线形成一个三角形，缝合这个伤口啊，等待场内的人这个心情平复之后再行下跌啊，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剧本啊。那具体时间呢，可能会在7、8月份啊跌破这个目前来看非常凶险的盘面啊，会被再次跌破，会被再次跌破。然后 Luna 这个代币啊，它不断增发啊，目前已经跌到 0.02 了，已经跌破它开盘价了，甚至跌破了它的私募价格。这个位置呢是不建议去买它的合约了，因为波动非常大，深度非常浅啊，一个波动呢可能把你的5倍杠杆全部爆仓。
当然了，如果对它非常感兴趣，还觉得它有希望的话有很多浪子回头币嘛。它这个点位上虽然不断增发，但毕竟还有价值热度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点点100美金、50美金这样的纪念币等待它走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过程。只要它不下线同样呢还有机会这个位置呢也不建议去做空了，因为已经是跌的不能再跌了耐心等待多空都不宜进场，不宜搞它的合约这个是完全没有分析的逻辑和理由的不宜搞它的合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买一些它的纪念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买一些它的纪念币它已经不像昨天的那种情况跌到1美金左右我们做一个抄底，因为它符合一个周期切换的概念，就是它出现了2轮4小时级别下跌之后，我们做一个抄底动作它还有反弹的理由。但是我们出场之后呢，今天它已经出现了再次的暴跌已经基本归零。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感兴趣，买一些纪念币即可少买一些纪念币留作一个纪念毕竟呢。数字货币市场机会呢是有很多的有很多机会。这些机会呢，往往存在于你这个就是不经意之间去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它让你暴富了。所以呢，买它就相当于买一个彩票了我是这样的认为。同时呢，Luna 把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山寨币都一棒全都打死了一片一棒打死了一片。那这种情况下呢，山寨币这边有更多的机会存在，比如说 GMT、GMT-APE 这种热度还在的被误杀了的那目前来说机会就有了机会就有了。那在现货这边呢，我认为早一些布局，在这个周4、周5、周6这3天左右简单的布局一些仓位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大幅下杀之后反弹是一定会有的反弹是一定会有的。特别像 GMT 之前的前面的结构被跌破之后我们看一下，它是发生了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3轮没有完全走出来没有完全走出来。但是呢，这轮下跌呢，把第3轮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上涨跌穿了。那么现在的价格呢，处于第1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非常接近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在0.8美金它是有存在支撑的在当前价格上1美金附近它也是有这个价值的。所以呢，耐心等待它波动等待它波动到0.9到0.8这个区间，现货买一点没啥问题因为比特币在下周我认为大概率会发生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山寨币这边跌幅大的、有价值的、有热度的搞一点可以我认为搞一点是可以的我指的是现货这方面现货这方面是买一点是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